嗨，大家好！外国卫星近期又有重大发现，就是在广州东南部的广船国际造船厂的船坞内，外国卫星发现了中国正在进行建造中的大型登陆接驳船。除了这张卫星图外呢，最近更是曝光了另一幅网友拍到的图，在大陆沿海某地，一艘民用的中国滚装轮通过一艘带有自升式支撑的驳船连接到陆地，形成一个克服海岸地形限制的海上临时码头。而且似乎有军车正在登陆，尽管照片分辨率不足但呈现的还算相当完整。可见军方已经开始使用这类民用设施，对整套系统进行有计划的实际操作演练了。那么军用设备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回到这张最新的卫星图从照片中可见，一共有3种不同长度和大小的接驳船。第一个横在码头的这个长度达到185米，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8根圆柱体高耸而立，我们暂且称它为8条腿。其次呢，在这里还有一艘6条腿的接驳船，长度达到了128米。第3种长度最短为小型的4条腿，不过虽为小型，但长度也达到了108米。而除了这3型接驳船之外，在广船的干船坞内，我们还能看到另外2艘在建的接驳船，最左边的为4条腿的小型，右边的为6条腿的中型。那这些接驳船是如何工作的呢？我们可以先来看这样一张图当接驳船抵达岸边浅滩时，这种自升式驳船配备的圆柱体支柱便会自上而下深深插入水下的陆地进行固定，提供稳定性。而后便会伸出长长的栈桥，将直通甲板和岸边相连，用于重型装备和机械化部队的登陆。而卫星图中的4条腿的小型接驳船就正在进行这样的实验。如图可见，其甲板上的4条腿已经不再高耸，而是深入到水下并固定，而前方则伸出长长的栈桥，直到码头深处。经过测算，这伸出的部分长达133米之多，而这仅仅是4条腿小型接驳船的栈桥长度。如果是那艘185米超大型8腿接驳船部署时，栈桥长度更是会超过200米。算上船长，那这个临时码头距离岸边将达到400米之远。之所以分成3型不同的大小，一方面可能还在等待军方定型后再批量建造，另一种可能就是这3型已经被选定，只不过是根据台岛不同地点登陆时的不同需求而设计的。除此之外呢，这几型接驳船的尾部被设计成了一个开放平台，不仅可以提供其他船只停靠和卸货，而且还能达到不同尺寸接驳船首尾相接，通过栈桥连续部署。如图所示，这就是多个4腿式接驳船接连部署的原理图。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使临时码头远离陆地，提升反复运补的效率，甚至不排除可以与民用大型运输船对接。当然，从这型接驳船的设计，你也可以看到，它完全是辅助性质的船只，并不是用于最激烈的抢滩登陆作战。未来对台的夺岛作战将是以火箭军、陆海基航空兵和海军作战舰艇对特定目标完成定点摧毁，拿下制空制海权后，以075、076和071这种2栖作战舰艇配合舰载直升机、无人机等，在白天完成抢滩作战任务的。而等到解放军有效占据几处滩头阵地后，这些接驳船通过跳板桥将岸边和海上码头连接起来，便可在当天夜里完成几个集团军从重型装备到作战人员的运输及登陆。换句话说，在对台作战的首个24小时之内，解放军的对台一线陆军部队就将完成登陆并建立有效据点。其实这第2波的大兵团登陆本来是想依靠从乌克兰购得的野牛气垫登陆艇实现的。这一型中国共有6艘，前2艘乌克兰制造，中间2艘乌克兰造中国组装，这是跟乌克兰签订的那4艘。而后中国吃透了之后，开始将野牛国产化，这就是国产化的728型气垫登陆艇。该图为已经服役且编号为3260的首艘国产野牛，目前共有2艘国产服役。野牛的满载排水量呢高达555吨，远超普通的 LCAC 气垫登陆艇。它可以搭载3艘主战坦克，或者8辆2栖坦克，亦或是5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这运载能力要比726型气垫登陆艇强太多了。不过目前中国之所以还未大量生产和装备，一个原因是尺寸，野牛长度57米，宽度25.6米，而071和075在除去必要的船体结构后，实在塞不下野牛，只能依靠饮马湖号这种半潜船。不过半潜船也只有这么1艘，数量极为有限。
另外就是野牛的造价实在是昂贵啊，要达到连夜运输整个集团军登陆的条件，起码要装备个20-30艘。这相比这次曝光的接驳船来说，效率和性价比都实在过低。因此，这也是解放军在制定第二波大兵团登陆方案时，最终选择后者的原因。我们再回到地图啊，除了接驳船之外，还有几个船型比较特别，也值得来提一下啊。比如图片正上方的这里出现的一艘小平顶和一艘长相奇特的舰艇，右边的这个其实是中国2022年开始建造，去年11月刚刚亮相的虎鲸大型无人艇。而左边的那个小平顶呢，特别是上面还有2个舰岛啊，与目前军用已知的都不同，长度呢大概200米左右，比075的232米和076的252米都来得短。这个呢是2022年开始建造的一艘用于海事调查和其他研究活动的大型特殊甲板作业船只，显然为民用啊，但夺岛作战打响后改为军用也是分分钟的事，这个大家懂的都懂。而国产野马好巧不巧也出现在这个造船厂中，只不过是同样的位置，不同的时间。我们看到2022年的谷歌地图，这里的干船坞内就出现了3艘正在建造的野牛气垫船。当然，经过刚才的介绍啊，我们暂且可以将目光从野牛的身上移开，可以重点关注那3型接驳船。一旦大批量建造并装备于东部战区，那将是拉开解放台湾序幕的最终信号了。提着灯穿过远洋的阵雪，继续下潜，不需誓言。我的心像自沉的旧木剑，没入深渊。永别了我曾凝望暂时航向的日出，陌路残烛吹熄，藏起火种向宇宙远途。